苏念琴，喝了它，你和你苏家的利用价值已经到头了。如今你父亲已定谋逆之罪，满门下狱，你也该上路了。为什么我苏家满门忠烈，助你登上高位，你竟如此对我？姐姐，事到如今还不明白吗？殿下自始至终爱的都是我，娶你不过是为了你父亲手里的兵权罢了。如今大局已定，你这个碍眼的将军之女，自然该消失了。护国公府苏氏一门，通敌叛国，满门抄斩。萧景琰、柳依依，我苏念琴若有来世，定将你们挫骨扬灰，血债血偿。这熟悉的龙凤喜轿，我这是重生了，回到了嫁给萧景琰的大婚之日。念琴，本王来接你了。老天有眼，萧景琰、柳依依，这一世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。殿下，不好了！柳姑娘在王府后院的湖边失足落水，生死未卜啊！站住！苏念琴，你没听到吗？依依出事了。听到了，所以殿下是打算扔下满堂宾客与我这个圣上亲赐的正妃，去救一个连名分都没有的女人，或者这婚我们不结？苏念琴，你又在耍什么花招？想让我背上一个不顾心腹死活的恶名？这是你父亲苏大将军教你的吧？殿下多虑了，柳姑娘性命攸关，我只是不想因我而耽误了殿下救人。毕竟我可不想刚过门就让全京城的人戳着我的脊梁骨，骂我是个善妒的毒妇，连累我苏家名声。萧景琰，前世我为你苦等一夜，受尽屈辱，这一世你休想再让我踏错一步。你，算你识相！来人，先送王妃去新房，好生伺候着，别让她乱跑。王妃，您请下轿吧，殿下他……让殿下快去吧，希望柳姑娘吉人天相，否则这刚过门就冲了喜气，多不吉利。这秦王妃和传闻中那个娇弱的样子不太一样啊，竟能忍下这等奇耻大辱。何止是不一样，三言两语就反客罪主，把秦王架在火上烤，自己还落得个贤良大度的名声，高，实在是高。秦王妃，好手段。七皇子萧墨白，腿有暗疾的他，前世一直都将自己锁在宫内，不与外人打交道，今日居然来秦王府凑热闹。谢靖王殿下提醒，往后我会更有手段的。毕竟身在皇家，没点手段，怕是活不脱久。秦王妃是个通透人，本王拭目以待。王妃姐姐，都是依依的错，扰了姐姐的大喜之日，依依罪该万死。柳姑娘的罪该由王爷来定。殿下，既然柳姑娘也安然无恙，那我们这中断的婚礼还继续吗？今日百官在此，圣恩浩荡，总不能让大家看我秦王府的笑话吧？这秦王妃可不是善茬，直接把秦王架在火上烤了。是啊，继续拜堂就是当众打了柳姑娘的脸，不拜就是抗旨，得罪整个苏家，这下难办了。当然继续。来人，送柳姑娘回房好生休养。殿下，王爷，我们该回去拜堂了。苏念琴，你今天到底想干什么？这场闹剧是你早就预料到的吗？用这种下作的手段逼我，逼父皇，你真以为你赢了？王爷息怒，大婚之夜动这么大肝火做什么？来，喝了这杯合卺酒吧。合卺酒？你也配跟本王喝合卺酒？
你让本王在全京城面前丢尽了脸，你毁了本王对依依的承诺。王爷错了，让你丢脸的不是我，而是你那位不懂规矩、上不了台面的心上人。我是在帮你体面的收场。我今天只是想提醒王爷，你娶的是护国公的女儿，是圣上亲赐的秦王妃。你可以不爱我，但必须尊重我和我身后的苏家。尊重？苏念琴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本王谈条件？你和你那个拥兵自重的父亲，不过是本王登顶路上的垫脚石。那就请王爷踩稳了。好得很！你最好给本王记住，在本王这里，你永远也比不上依依的一根头发。你想要的尊重，下辈子吧。比不上，萧景琰，这辈子我会让你知道，你最看不起的人，才是你永远也高攀不起的存在。晚霞，小姐，你有何吩咐？我那位好夫君，想必是去后院安慰他的心上人了。不过我们的事儿才刚刚开始，去，把今晚所有宾客的名单和动向都给我查清楚，尤其是他们的官职和派系。小姐是想，我要知道谁是朋友，谁是敌人，谁又是可以利用的棋子。重点查靖王萧墨白，他离府后去了哪里，见了什么人，一根头发丝都不能漏下。是，奴婢马上去办。等等，再以我的名义秘密传信给苏家钱庄的刘掌柜，让他即刻备好10万两银票，我要用。10万两，小姐，这可不是小数目，让他去买下城南所有的荒地，越快越好，越低调越好。告诉他，不出1个月，这10万两，我要他变成100万两。这是命令。前世萧景琰正是靠着这片地，从工部侍郎那里提前得知要修建皇家马场的消息，用我的嫁妆赚得了第1桶金。这一世，我要他连个铜板都摸不到。小姐，查到了，靖王殿下离府后并未回府，而是直接去了城西的济世堂药铺，那是京城最大的药铺，但背景极其神秘，我们的人根本进不去。济世堂很好。主子，秦王妃派人查了你。有趣，他终于注意到苏念琴，待会见了母妃，给我安分点，别再耍你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小聪明。若是丢了皇家颜面，我绝不饶你。萧景琰，你很快就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上不得台面。德妃娘娘，您可得好好劝劝王妃。我们家依依自小胆小，昨日在王府失足落水，吓得现在还卧床不起。这心腹进门，总得有容人之量，不是？夫人教训的是，本宫确实该反省。只是本宫自幼在将军府长大，见惯了沙场铁血，还是头一次见有姑娘为情投湖，柔弱至此。这实在让本宫心生警惕，不知该如何与柳姑娘相处，生怕哪句话说错，又害她寻了短见。放肆！你这是什么话？是在暗讽依依行为不端，故意给你丢了脸吗？儿臣不敢，儿臣只是怕了。这刚过门就差点背上逼死人的恶名，儿臣实在惶恐。皇上驾到！都聚在这里做什么？秦王妃，抬起头来，告诉朕，可是受了委屈？啊，还真有人欺负你了！你父亲苏将军在边境杀敌，今日才传来捷报，是谁敢欺负你？皇上息怒！回父皇，儿臣不敢有半分委屈，儿臣只是担心秦王殿下对柳姑娘一片痴心，
为他神不守舍，甚至在大婚之日都险些误了吉时，儿臣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长此以往，不仅恐耽误朝中要务，更会惹来外界非议，说殿下沉迷女色，有损皇家威严。为堵住悠悠众口，也为让殿下能安心处理政事，儿臣斗胆，恳请父皇下旨，将柳依依姑娘赐给秦王做侧妃吧。如此，她便能名正言顺地陪伴殿下，儿臣也能与她姐妹相称，一同侍奉王爷，免得殿下再为情所困，这才是两全其美之法啊！好一个两全其美！不愧是苏战的女儿，深明大义，贤良淑德妃。你看看，这才是皇家王妃该有的气度。景言，你意下如何？王妃如此为你着想，你可不能辜负了她的一片苦心。儿臣谢父皇恩典。臣妾谢父皇为王爷和柳家妹妹做主。苏念琴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在父皇面前逼我纳依依为侧妃，让她受尽屈辱，这就是你的目的吗？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多看你一眼？我告诉你，你只会让我更恶心。帮你啊？帮我？你这叫帮我？你不是爱他爱到寝食难安、神魂颠倒吗？我成全你，让他名正言顺地待在你身边，免得日后再生出什么为情投湖的祸事，败坏王府名声。从此以后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互不干涉。互不干涉？苏念琴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把这秦王妃当成什么了？我把你当合作伙伴。王爷需要我苏家的兵权来稳固你的地位，我需要秦王妃的身份来护我苏家周全。我们各取所需，不好吗？至于感情，王爷不是早就全给了柳依依吗？我可不敢奢求。好一个各取所需。苏念琴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互不干涉可以，但你记住，只要你还是秦王妃一天，就别想做出任何有辱王府门楣的龌龊事，否则我第一个就让你苏家给你陪葬。加陪葬？萧景言，你是忘了？若没有我苏家，你这个秦王凭什么在朝中立足？凭你那个只会装可怜的柳依依，还是凭德妃娘娘在父皇那里日渐消退的恩宠？你拿来威胁我的东西，恰恰是你最该供起来的倚仗。你动我苏家，等于自断臂膀。苏念琴，你放肆！本王如何行事，还轮不到你来指挥。你别忘了，你现在是秦王妃，你的荣辱都系于本王一身。王爷说笑了，我的荣辱只来自于苏家。至于你，我劝你还是多花点心思管教你的柳侧妃。若她再敢动什么不该有的心思，下次失足落水，就让她永远沉在水里。我这人耐心不太好，别逼我亲自动手清理门户，到时候场面可就不好看了。你敢动依依跟汗毛试试？苏念琴，你这个毒妇，本王真是小看你了。你以为会耍点嘴皮子功夫，就能在本王面前为所欲为了吗？本王告诉你，只要你还是秦王妃一天，就休想安宁。你加之在依依身上的一切，本王都会千倍百倍的从你和你苏家身上讨回来。好啊，我等着。我倒要看看你这位自诩深情的秦王殿下，最后会为了你的白月光付出什么样的代价。萧景烨，你最好别后悔。这一切是冲我来的。小心！该死！你为什么？他竟然救了我！前世那个亲手赐我毒酒的男人，竟然会为我挡箭，真是可笑至极。别动，剑上有剧毒，我现在帮你拔出来。
你给我忍住了！你竟会这些？苏大将军不仅教了你兵法，还教了你医术。苏念琴，你到底还藏了多少本王不知道的本事？我懂的东西远比王爷想象的要多，只是你以前眼瞎心盲，看不到罢了。现在你该关心的不是这个，而是你这条命还能不能保住。怎么，本王要是死了，你不是正好自由了？现在又何必假惺惺的救我？让你这么轻易死了，太便宜你了。我还要留着你的命，还有大用。何况你别忘了，你死了，我这个明媒正娶的王妃最多守个寡，但你那个马上就要进门的柳侧妃，按规矩可是要殉葬的。你舍得让她在地下陪你？你这个毒妇，蛇蝎心肠。所以，为了你的白月光，也为了你那还没实现的皇帝梦，你最好给我撑住，别让我看不起。苏念琴，你这张嘴比这剑上的还毒。想死没那么容易，改刀，不去王府，松速赶往诚心济世堂，快！谁啊？大晚上的，秦王妃，您这是让你们主子出来！秦王殿下遇刺，中了奇毒千居饮，再耽误一刻钟，神仙难救。王妃说笑了，殿下中毒，自有王府府医和太医署，我们这小药铺……府医、太医署，等他们那群庸医赶到，收尸都赶不上了。我把放这儿，今天萧景寒要是死在你们济世堂门口，我看你这药铺还开不开得下去？整个京城都会知道，是你们见死不救，耽误了皇子性命。你担待得起？秦王妃，好大的火气！只是本王很好奇，你怎么知道我这济世堂能解千居饮？我只是来赌一把，赌这京城之中若还有一人能解千层饮，那必定是靖王殿下您。毕竟人人都知您久病成医，对天下奇毒的研究，怕是比太医院的院判还要精通。我今日不过是带着秦王来验证这个传闻的真假，赌对了，他活，我省去不少麻烦；赌错了，我便成了寡妇，似乎也没什么损失。好一个没什么损失！秦王妃果然心性凉薄，难怪秦王驾驭不住。既然你把他的命当赌注压在本王这里，那本王便接下。你最好祈祷你的配合能值回这份真情。金创剑，3钱紫骨桃，1钱血细，再加半钱龙骨。此毒报道，需以龙骨固本培元，否则他醒后内息紊乱，于身体大为有损。已经知晓千清饮的后劲会紊乱内息，这可不是寻常军中医士能懂的药理。家父常年征战，我自幼在军中药帐翻看西域蛮族的医案，其毒方与此类似，解毒后若不辅以固本之药，3日内必气血逆行。我不过是举一反三，些许活命的皮毛本事，让殿下见笑了。刺客的目标是你，他用后背替你挡下了致命一剑，这份救命之恩，你似乎并不感激。一份随时可能收回的善意，我为何要感激？他今天能护我，明天就能杀我。他救我，不过是怕我死在他的马车里，不好向我父亲和圣上交代。说到底，他救的不是我，而是他自己的前程。
这是京郊西山的一块荒地遗图，看似贫瘠，但据我所知，下个月工部会呈上在此地修建皇家马场的折子，父皇必会准奏。届时此地地价会翻50倍不止，这块地就当做今日的枕巾，送给靖王殿下。消息如此灵通，连工部未成的折子内容都知道。秦王妃的情报网比我的暗格还快。我只问殿下，这份枕巾您收还是不收？秦王妃好大的手笔，你费尽心机接近我，又抛出如此重礼，你想要的恐怕不只是秦王妃这个位置吧？我想要的是一纸和离书，是苏家满门的平安，是把所有害过我的人都踩在脚下。好大的口气！帮你和离，帮你报仇，本王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？你要知道，秦王如今胜券正午，与他为敌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。所以，秦王妃，你又能给本王什么？一个不知真假的马场消息，可不够换本王的倾力相助。我能给的远超殿下想象，我能给殿下一个健康的身体。荒唐！荆州名医束手无策，你凭什么？就凭我知道，殿下的腿并非天生残疾，而是中了西域奇毒双蛊，每逢阴雨，寒毒侵体，痛不欲生。这些我都能治。除了健康的身体，我还能给殿下你最想要的东西，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，我帮你拿。你是谁？你到底知道什么？我再问最后一遍，是谁派你来的？不说，你就不用走出这个门了。靖王殿下这是要杀人灭口，我是谁不重要，我知道你暗中培养的鬼影卫，个个以一当十，足以颠覆半个京城。我们是同一类人，萧默本人，都在黑暗里匍匐，等待一个掀翻棋盘的机会。我就是要在他最引以为傲的秘密上撕开一道口子，让他知道我不是来求他，而是来选择他。谁可？王爷，别急，水来了，感觉怎么样？身上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原来你也，可惜还没到时候。那就期待和你的联手了。王爷，你可算是醒了。这是哪里？刺客呢？本王要立刻回府，封锁全城，把人给本王救出来。别动，靖王殿下刚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，你现在乱动，是想再回去一趟吗？靖王府，你怎么会带本王来这里？苏念琴，你又在耍什么花样？耍花样？王爷，若是我真想耍花样，现在躺在这里的就该是你的尸体。我带你来这儿是因为全京城只有靖王殿下能解你中的千撮瘾。那刺客……王爷放心，我已经替你安排好了。我已派晚下回府报平安，只说王爷遇袭受了轻伤，正在别院静养。这样既不会引起恐慌，也能让你那位心肝宝贝柳侧妃安心，不必哭哭啼啼的跑来打扰你养伤。另外，我也以王爷的名义派人去请了大理寺的张大人，告诉他刺客穷凶极恶，
务必彻查，但不可声张，以免惊扰身家。王爷，你看，我为你考虑的周到。苏念琴，你真有这么好心？王爷，我可是您的王妃啊，处处都是为王爷着想的。皇兄，秦王妃送你来的时候可是落泪了，想必内心是极为在意你的。劳烦七弟相救了，他日再登门拜谢。王爷，您怎么样了？我听说您遇刺了，依依的心都碎了。是你，苏念琴，一定是你这个毒妇害王爷的！你见不得王爷对我好，嫉妒我们情深，所以就设计想杀了他。你好恶毒的心啊！柳侧妃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靖王的地盘撒野！王爷刚刚死里逃生，是我将他从鬼门关拉回来的。你一来就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救命恩人，是生怕王爷体内的余毒发作的不够快吗？还是说你根本就不关心王爷的死活，只是想借机来我面前演一出情深意重的好戏，好坐实你这心上人的身份？够了，都给本王闭嘴，吵死了！柳依依，谁让你进来的？本王还没死，轮不到你在这里哭丧。给本王滚出去！王爷，我只是担心您竟然为了他，第一次这么大声的凶我。前世他从未在我面前对柳如如说过一句重话。别急，这只是个开始，我会让你一点点看清你所以为的真爱究竟是个什么货色。柳侧妃，别哭，以后让你哭的日子还长着呢。姐姐，我刚才的话说重了，只是情急之下，怕有人打扰您养伤，耽误了最佳的驱毒时机。王爷，您别信他，他分明是故意这样子的，我只是太担心您了，您怎么能……今日之事，多谢靖王殿下出手相助，还肯借出药房为秦王诊治，此番恩情，念秦铭记于心。改日，念秦定当备上薄礼，再来登门道谢。我特意加重了那个再字，果不其然。苏念琴，你跟靖王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今日你为何要说再备薄礼？说，你们到底私下见过多少次？王爷息怒，上次为靖王诊治，他给了诊金，我派人送了回去，一次。今日他出手相救，我自然要再次道谢，礼尚往来而已。你还敢狡辩！王爷，刺客的刀还悬在您脖子上，您却还有闲心关心我的私交。您以为今日的刺杀只是冲着我来的吗？刺客的目标是我，能挑拨我父兄与皇室生死；目标是你，能让你在夺嫡中彻底出局。若我们二人一同身亡，那更是一石二鸟，让我苏家和陛下彻底离心。这场刺杀从头到尾都是一桩冲着你我两家来的政治阴谋。那依你之看，谁的嫌疑最大？太子。太子，好一个太子！他以为这样就能扳倒本王吗？来人！王爷，你快去看看我们家主子吧。侧妃娘娘不知为何把自己关在房里不吃不喝，说您若是不去，她便长跪不起，直到油尽灯枯。胡闹！让他闹！
本王现在哪有功夫理会这些？又是这一招，可惜萧景琰已经不是前世那个会被你轻易拿捏的男人。王爷此刻正值生死关头，刺客随时可能卷土重来。可看来在柳侧妃心中，王爷的安危还比不上一场儿女情长的误会重要。他这是要用自己的性命来分王爷的心，拖王爷的后腿啊！他敢！传本王命令，柳侧妃心性不定，不识大体，即刻起禁足于静兰院，闭门思过。没有本王的允许，不许踏出院门半步。妹妹，安分点，不然下次就不是禁足这么简单。小姐，柳侧妃被关进静思堂，这府里总算没人敢再给咱们脸色看了。您还真借着给王爷调养身子的名头，把府里的药材采买和膳食大权都接了过来，看以后谁还敢克扣咱们。这只是第一步。晚夏，我让你送去晋王府的东西办妥了吗？办妥了，奴婢跟济世堂的掌柜全问过了，说晋王殿下已经按您的指示，将京郊那几块荒地全都低价买入了。小姐您真是神机妙算。很好，复仇需要盟友，更需要钱。萧景琰，前世你勾结柳家，吞我苏家万贯家财，害我满门惨死。这一世，我就要用你秦王府的资源，一砖一瓦建起我自己的商业帝国，让你也尝尝一无所有的滋味。小姐，您这是在写什么？又是给晋王殿下的？这是几张美颜膏方，是我闲来无事调配的，以后会在京中贵女圈千金难求。你把这个送去济世堂，附上一句话：一人一半。是，小姐，奴婢这就去。小姐，晋王殿下回话了。这是我改良过的几张美颜膏方，京中贵女最是追捧这些。店铺便叫玉容坊，你出铺面和可信的人手，我出方子和技术，盈利我们5-5分。玉容坊，好名字，配方更是精妙。京城最繁华的朱雀大街恰有一处铺面，明日便可挂上牌匾。只是你动用秦王府的采买渠道，就不担心被他发现账目异常？他虽被太子之事分心，但府里的管家可不是瞎子。王爷多虑了，我如今执掌王府药材采买，采买的都是名贵药材，账目上做的天衣无缝。他只会以为我在为他调养身体，一个忙着在前朝争权夺利的人，哪有空闲去细究后院账本上多出的几味珍珠粉？用他秦王府的钱来建我们自己的金库，这买卖才划算。哼，好一个建我们自己的金库！苏念琴，你总是这么叫人惊喜。说起来，正好有笔大生，算是为我们的金库添第一块金砖。明日早朝，父皇会宣布在京郊修建皇家马场。哦，那可真是巧了。不知殿下先前低价囤入的那块荒地，是否就在马场选址之内？不仅在，还是正中心。托你的福，一夜之间翻了60倍。
京郊马场60倍的收益。萧谨言，这只是我从你身上讨回的第一笔利息。苏念琴，皇家马场，圣上要在京郊建皇家马场，那块地，那块当初你让本王放弃的地，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？王爷好大的火气，不过是一块荒地，当初您不是还嫌它贫瘠，说送给靖王那种废物正好吗？怎么今日又想起来了？一块荒地，那块地现在价值连城，翻了整整60倍，60倍！你知不知道本王错过了什么？你明明知道内情，却故意隐瞒，就这么眼睁睁看着本王错过，你安的什么心？我安的什么心？我只是想让王爷明白一个道理，不是天下所有的好东西都理所应当是你的，是你自己利欲熏心，为了眼前的小利，放弃了长远的机会，这叫有眼无珠，怨不得别人。王爷，把金山当石头扔掉的滋味，好受吗？苏念琴，你这个毒妇，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？说！王爷不好了！德妃娘娘宫里派人10万火急的传话，什么事？说侧妃禁足多日，滴水未进，人已经昏死过去了，怕是不行了。娘娘让您赶紧过去看看。王爷还不快去！再耽搁下去，您的心肝宝贝可就真香消玉殒了。到时候德妃娘娘怪罪下来，您恐怕不好交代。苏念琴，你给本王等着！柳依依，看来禁足还不够让你学乖，你这是要出新招。听说了吗？原来柳侧妃昏迷是有了身孕，王爷昨晚都歇在那儿呢。这下可真是母凭子贵了，咱们这位正妃娘娘怕是位置不保喽。小姐，您听听外面都传成什么样了？说柳依依怀了身孕，王爷大喜，要上报宗人府呢。您怎么还看得下账本啊？慌什么？一本账目而已，比人心简单多了。这账目上的亏空我能补上，可人心要是亏了，拿什么都填不满。可是小姐，她怀的是王爷的第一个子嗣，这意义非凡啊！德妃娘娘那边已经派人送了好多补品过来，府里上下的相都变了。我们再不行动，就晚了。是吗？那正好，省了我们采买的功夫。子嗣，也要看他生不生得下来。德妃娘娘懿旨，赏柳侧妃东海夜明珠一对，千年雪莲一株。娘娘说了，望侧妃好生安胎，早日为王爷诞下灵儿，为皇家开枝散叶。臣妾多谢娘娘厚爱，定不负娘娘期许。真是热闹。妹妹有孕，何府上下都跟着欢喜。姐姐这里也备了份薄礼，一支千年血参，专为妹妹安胎补气。希望妹妹和未来的小皇孙都能康健。姐姐太客气了，妹妹身子还好，不敢劳姐姐如此破费。王爷，这可是您的第一个孩子，是皇室的龙孙，万万马虎不得。臣妾思来想去，还是不放心，特意出宫请了专研妇科的张太医过来，想让他为妹妹仔细诊一诊，开个万全的安胎方，我们也好都安心。念其深明大义，本王心甚慰。张太医有劳了。王爷，姐姐真的不用，府医已经瞧过了，说胎相很稳，再请太医反倒折腾。妹妹这是说的哪里话？
多一位圣手把关，总是好事。还是说，妹妹信不过我请来的人？恭喜王爷，柳侧妃这脉象确实是华脉之象，但依老夫看，这胎象是假的。侧妃娘娘是长期服用某种药物才导致的假孕脉象。不可能！你胡说！你这个庸医，你被苏念琴收买了！王爷，你别信他！我真的有你的孩子了。王爷，老夫行医40年，绝不敢妄言。侧妃娘娘脉象浮而散，绝非喜脉，乃是长期服用催脉散所致的假象。此药伤身，还请侧妃好自为之。妹妹，你怎么能为了争宠做出这等糊涂事？王爷，您别生气，柳侧妃定是一时糊涂，太想为您诞下子嗣，才会行此险招。她只是太爱您了。来人！柳侧妃既然口口声声说是冤枉，那我们便搜一搜这院子，还妹妹一个清白。若真没有，我当众向妹妹赔罪。王妃，在药炉里发现了这些药渣，与太医所说的催脉散气味一致。不是的，王爷，你听我解释，是有人陷害我，是苏念琴，一定是他陷害我。够了！来人，拖去后院的静思堂。你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放他出来，更不准任何人探视。柳依依假孕争宠，是她自取其辱。府中出了此等丑事，我身为王妃，自然要整肃内宅，为王爷和皇家颜面祈福。传我的话，闭门谢客，府中一切从简。小姐英明，这样一来，管家大权就彻底回到我们手里，再没人敢阳奉阴违了。这只是第一步，你亲自去趟济世堂，告诉晋王殿下，秦王府如今焦头烂额，人心已散，他这把最锋利的刀也该钝了，是时候让他为我们所用了。你做得很好，柳依依被废，秦王府后院失火，他现在所有的精力都会被内耗牵扯，无暇他顾。这正是我们釜底抽薪、暗度陈仓的绝佳时机。所以，我今日便为你行第一次针。我要你尽快站起来，站在朝堂之上，让所有人都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乾隆。不过，过程无异于刮骨疗毒，你需忍耐。无妨，为了这一天，我等了10年。别说是刮骨，便是挫骨扬灰，只要能站起来，我也甘之如饴。开始吧，苏念琴，我相信。他的经脉被寒毒堵塞已久，强行疏通，无异于刮骨疗毒。皱一下，可他从始至终连眉头都未皱一下。这个男人比我想象中更能忍。苏念琴，我问你，如果将来有一天，我为了推行新政，与你父亲在朝堂上意见相左，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，你会帮谁？我的父亲忠君爱国，而殿下心怀天下，你们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。好一个帮理不帮亲！苏念琴，本王果然没看错你。王爷，太子府急报。太子果然上钩了，他查到刺杀秦王的刺客线索，已经指向了二皇子，如今正准备以此为突破口，扳倒他们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他以为自己是执旗人，却不知他看到的线索都是我们想让他看到的。殿下，该我们去帮帮秦王，让他这把刀磨得更锋利一点。
才好替我们清除障碍。王爷，属下查到了，那批刺客所用的淬毒管刀上面的剧毒是西域奇花乌头兰所制，此毒方乃是二皇子母妃娘家独有，密不外传。好一个萧景若，王就知道是他。他与太子斗了这么多年，如今竟把主意打到本王头上，想借本王的手除掉太子，或是借太子的手除掉本王，真是好算计。王爷深夜还在为国事操操，可曾想过，这会不会是太子故意放出的线索，想借王爷这把刀去对付二皇子呢？念琴，你想的不错，但本王刚刚得到密报，太子府的人也在秘密调查乌头兰，可见他也是刚刚才查到。这不是他的局，而是我们共同的机会。本王正好可以顺水推舟，主动联合太子，将二哥这些年安插在朝中的党羽连根拔起。既然王爷心中已有定计，那便是最好的。只是与太子联手无异于与虎谋皮，二皇子也并非蠢钝之人。王爷此番行事，务必釜底抽薪，一击必中，切不可给他们任何喘息之机，否则后患无穷。你放心，这盘棋本王已经看透了，他们二人都将是本王登上高位的垫脚石。王爷、王妃，宫里传来的800里加急军报，复国大将军在北境大破犬戎，战敌3万，已收复燕云16州，升上龙心大悦。下旨召大将军即日班师回朝。念琴，岳父大人即将班师回朝，为夫心中甚是欢喜。这些千年人参和雪山灵芝，是我特意为你寻来的。你身子骨弱，正好借此机会好好调理，也好让岳父大人放心。王爷有心了，只是这些名贵药材，念情福薄，怕是受不起。王爷还是留着自己用吧，毕竟您为了朝堂之事日夜操劳，比我更需要补充。这是为父的一片心意，你必须收下。我们是夫妻，不必如此生分。既然是王爷的心意，那念去便却之不恭。晚夏，替我谢过王爷，将东西收下吧。他走了，那就把这些东西原封不动，立刻送到晋王府去。小姐，这可都是千金难求的珍品，您真的要？他的东西，我嫌脏。况且，比起他那点虚情假意的讨好，晋王殿下的暗疾才是正事。他为我们的事殚精竭虑，正是需要补充元气的时候。这些东西送过去，才是用在了刀刃上。萧景琰，你前世吞我苏家家产，今生我便用你的钱养我的人。你的殷勤只会成为我铺路石上的一点点砖。何人在此剧中？他们在看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这个早已失去夺位资格的废物，居然恢复腿疾了！经过我不断的治疗，萧墨白终于痊愈，站在了所有人面前。萧景琰，你最大的对手从来都不是太子和二皇子。好，好啊！萧墨白，你能重新站起来，是上天对我大言的恩赐，朕心甚慰。启禀陛下，
臣此次班师回朝，侥幸得胜，接赖陛下天威。臣不敢居功，不求金银封赏，只斗胆求陛下一个恩典。苏爱卿，但说无妨，朕无不应允。小女念琴自幼娇养，如今虽已下作人妇，但在臣看来仍需磨砺。恳请陛下恩准，允许臣在京期间亲自教导小女骑射之术。我苏家的女儿不能只懂后宅风月，更要懂得疆场风骨，让她知道，无论她身在何处，我苏家都是她最坚实的倚仗。哈哈哈哈！准了，苏爱卿一片赤诚慈父之心，朕岂能不允？多谢陛下恩典，谢父亲，女儿定不负父亲欲望。琴儿，我在前线早有耳闻，那秦王独宠侧妃，这阵子你受苦了。父亲，女儿乃将门之后，没有那么脆弱，您放心，一切都在女儿意料之中。这辈子，我定要让我们全家活得好好的。苏念琴，萧墨白他的腿是你治好的，对不对？你说啊！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这似乎与秦王殿下无关吧？苏念琴，你别忘了你的身份，你是我的王妃。你用我秦王府的资源，为我最大的敌人治好了腿，让他从一个残废变成了父皇眼中的乾隆。你让他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狠狠地打了我的脸，你现在跟我说与我无关。你的王妃，殿下现在记起我是你的王妃了？当初你为了柳依依，让我和整个苏家沦为京城笑柄时，可曾记得我是你的王妃？我才是你丈夫，你却偏偏要帮一个外人。为什么？丈夫，前世你将我苏家满门抄斩时，可曾记得我是你的妻子？想知道？因为你不配。念琴，萧景琰，这才只是开始。哈哈哈哈！念琴，你的剑法进步神速，颇有我当年的风范。看到你这样，为父就放心了。是父亲教的好，比起在王府内院对着四方天，我更喜欢这拉弓引弦的快意。感觉自己终于又活过来了。说得好，我苏战的女儿本就该是翱翔9天的凤凰，而不是任人摆布的金丝雀。那秦王，哼，他配不上你，早日与他和离才是正道。父亲，女儿明白，和离之事不急于一时，如今朝局动荡，女儿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玉龙坊的生意蒸蒸日上，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钱袋子，这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。小姐，小姐不好了！静思堂那边传来消息，刘侧妃她悬梁自尽了，人快没气了。苏念琴，你终于来了！你看看你做的好事，你把依依逼到了什么地步？索性只是昏迷不醒，他若是有个3长2短，我绝饶不了你。王爷现在冲我发火，也救不回柳侧妃的命。当务之急是查清真相。真相？真相就是你善妒，容不下他，还能有什么真相？这香灰是母妃德妃宫中特有的静心香，
早前就有传闻德妃已经病倒，这果然又是和前世一样的苦肉计，想把脏水泼到我身上，再给萧景琰扣上不孝的罪名。王爷，您还是这么天真。真相是，有人想借柳侧妃的命来要我们整个秦王府的命。你想想，柳侧妃刚因假孕被我重罚，母妃就恰好病倒，现在她再一自尽，传到宫里会变成什么？只会说你萧景琰逼死侧妃，还活活气病了生母。一个不孝的罪名扣下，父皇会怎么看你？你的那些兄弟又会如何弹劾你？等德妃那边反应过来派人问罪，我们就百口莫辩了。与其被动挨打，不如主动出击。我们必须连夜进宫，抢在所有人之前向父皇请罪，把这盆脏水泼回到想害我们的人身上。父皇，求您为儿臣和王爷做主啊！柳氏假孕争宠，屡教不改，如今竟以死相逼，意图栽赃王府。儿臣在她指甲缝里发现了这个，这是德妃娘娘宫里才有的静心香。他们是想借柳氏的死污蔑王爷不孝，离间您与王爷的父子之情，让整个秦王府都万劫不复啊！父皇，念秦所言句句属实，儿臣愚钝，险些中了奸计，求父皇明察。混账东西！好一个柳家，好一个德妃，竟敢在朕的眼皮底下兴风作浪，算计朕的皇子！他们是想做什么？是想让朕废了景琰吗？传朕旨意，给朕狠狠的查！朕倒要看看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！父皇圣明。德妃母家贪墨军饷的证据已经送到御史台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太傅庶女柳氏品行不端，假孕争宠，更与德妃内外勾结，意图构陷皇子，离间天家，其心可诛，罪无可诛，着赐白绫1条，即刻送出王府，自行了断。德妃教子无方，纵容母家贪墨军饷，降为嫔位，禁足长春宫，钦此。柳依依，德妃，前世你们联手将我苏家踩入泥潭，今生我便让你们这对蛇蝎二人一同坠入深渊。王爷，起来吧。圣旨已下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早些派人去处理后事，也算全了你们最后的情分。情分？你跟我谈情分？苏念琴，你装什么无辜？从静思堂的相会，到你拉着我连夜进宫请罪，再到今天御史台的弹劾，这一切是不是都在你的算计之中？你早就想好了，要一箭双雕，连我母妃一起拉下水。王爷总算不糊涂了，没错，是我。可王爷为何不想想，若非柳依依贪心不足，德妃手段狠毒，他们又怎会落得今日下场？我不过是顺水推舟，让他们的恶行大白于天下罢了。难道只许他们害人，不许我自保吗？苏念琴，这就是你想要的吗？看着他死，你就这么高兴吗？你何其歹毒！你明知道我爱他，为什么连一条活路都不肯给他？是他自己选的路，我给过他机会，甚至不止一次。桩桩件件，哪一样是我逼他的？是他自己一步步把自己推上了绝路。不，
是你设计的，是你一步步引他入套，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？王爷，现在不是为了一个女人悲春伤秋的时候，你该想想你自己。不，这只是开始，很快就轮到你了。哟，这不是三弟妹吗？听说三弟最近在府里闭门思过，日子不好过吧？你一个独守空房，想必很是寂寞。太子殿下，请自重。自重？三弟如今就是个废物，你跟着他有什么前途？不如跟着本宫，本宫保证你想要什么就给你什么。放开他！萧景琰，你敢打我？你为了一个女人，连储君都敢打？她是我的王妃，不是什么女人。皇兄当众羞辱弟媳，是皇家颜面于何地？我打你又如何？看着他状若癫狂维护我的模样，我只觉得可笑。萧景琰，前世你弃我如敝纸，今生却为我挥拳相向，可惜太晚了。晋王捧杀之计已成，你这一拳不过是把他的最后一把利，终究是我复仇路上的刀。住手！全都给朕住手！成何体统？父皇，你要为儿臣做主，三弟他以下犯上，当众殴打儿臣。父皇，儿臣无错，是太子无礼在先，儿臣是在维护皇家的尊严。父皇，儿臣惶恐。太子殿下昨晚他竟当众调戏儿臣，言语轻佻，说什么三弟无福，竟能娶到念琴这般菊色，还想对儿臣动手动脚。秦王气不过，这才与他起了冲突，请父皇为儿臣做主啊！陛下，臣要弹劾太子。太子结党营私，与禁军副统领暗中往来，意图染指兵权。二皇子谋逆案，实为太子一手策划，意在铲除异己，嫁祸栽赃。这里是他们来往的书信铁证。萧墨白早已安排妥当，这一招是请君入瓮。逆子，好一个朕的好儿子，为了皇位，连亲兄弟都算计。来人，将太子所有党羽全部拿下。废太子萧景渊为庶人，终生圈禁于宗人府，永世不得出。念琴，你看到了，太子倒了，父皇迁怒于我，你一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你帮帮我，最后帮我一次，只要我能度过此劫，我立刻上书父皇，请立你为正妃。此生此世，我萧景琰只要你一人，绝无二心。正妃，一生一世。萧景琰，你现在说这些，不觉得太晚了吗？不晚，念琴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以前是猪油蒙了心，被柳依依蒙蔽了。你以为你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秦王吗？德妃倒了，太子废了，你现在就是砧板上的鱼肉。如今你的王位，你的性命，都是我苏家给你保住的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？如今听来，只觉得恶心。萧景琰，你不配。我为你谋划，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扳倒太子，是为了我苏家的将来。你不过是我手上的一颗棋子罢了。现在棋子没用了，签了他，从今往后，
你我恩断义绝。和离书，苏念琴，你当真如此绝情？我们的夫妻情分难道都是假的吗？是，我承认我以前混账，可我现在明白了，我心里的人是你，只有你。没了你，这王位，这天下，于我而言还有什么意义？念琴，我知道错了，别离开我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看着他如今这副卑微的样子，我眼前浮现的却是前世父亲和兄长们人头落地的惨状。是苏家300口人流淌成河的鲜血。夫妻情分，萧景琰，你和柳依依在床上翻云覆雨时，可曾想过我们的夫妻情分？你利用我父兄的兵权，算计我苏家满门时，又可曾念过半分情分？现在说爱我，不过是因为你那朵白莲花死了，你这条丧家之犬需要一个新的主人罢了。你的爱太廉价，也太迟了。萧景琰，我嫌你脏。晴儿，没事了，风大，我们回家。如今，其余皇子示威，萧墨白登顶东宫，成为新任太子。我苏家作为太子一派，如日中天，我的家人终于能好好活下去了。父皇，儿臣刚刚受封，本不该再有他求，但有一事关乎儿臣此生，更关乎未来国本，儿臣不得不请。何事如此要紧？儿臣心目护国公之女苏念琴已久，她有经纬之才，亦有雷霆手段，堪为女子表率，更能为儿臣稳定后方，辅佐江山。儿臣恳请父皇赐婚，立苏念琴为太子妃。儿臣愿以此江山为聘，对天起誓，此生只娶苏念琴一人。6宫无妃，一生一世，绝不相负。江山为聘，6宫无妃。萧墨白，原来这才是你为我铺就的真正的锦绣前程。苏爱卿，太子此言你怎么看？臣但凭武皇圣才，小女能得太子殿下如此厚爱，是我苏家的福气。言儿，说到底你们都是朕亲生的，苏家势大妄为，但折腾不了几日。滚奏！萧念琴，念琴，明日大婚，这枚玉佩算是我给你的定情信物，收下它。从此，我绝不负你。这不是前世我在儿时救过一位少年公子赠送的平安玉佩吗？萧墨白，这玉佩你从何而来？因为我也是重生的，我就是你儿时救过的少年阿义。上一世我晚了一步，最后是我夺了江山，成了95之尊。可当时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你含冤而死，看着苏家满门全无，血流成河。我为你报了仇，6年亲手将萧景琰囚于深宫，让他活在无尽的悔恨里，比死更痛苦。我覆灭了所有构陷你苏家的势力，可那又如何？没有你的江山，不过是一座华丽的坟墓。我守着你的墓，看着这玉佩，日夜思念，最终在那冰冷的龙椅上郁郁而终。原来一直有一个人在默默守护着我。萧墨白，儿时那个顽皮捣蛋的阿义，居然是你。所以，当上天给我机会重活一世，我便发誓，此生唯一的目的
就是护你周全，让你平安喜乐，再不受番号委屈。你这个傻瓜！念琴，别哭，我们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。不过，在我们大婚之前，还有最后一个人需要处理。是当今圣上，对吗？你果然聪慧。前世我一直以为害死苏家的主谋是萧景琰。可等我登基后，查阅先帝密案，才发现，真正设下毒计，污蔑苏家通敌叛国的，是父皇本人。苏家手握重兵，镇守国门，功高震主，他早就起了猜忌之心。萧景琰不过是他手里最顺手的一把刀，用来铲除他忌惮的功臣，稳固他的皇权罢了。不仅如此，我后来才知道，我的母妃在我幼年时被他下令自刎。原来如此，所以萧景亭的野心，柳依依的争宠，都只是他棋盘上的一颗棋子，帝王心术，果然狠毒至此。是，但今生我绝不会再让他悲剧重演，苏家和我都不会再成为他权术下的牺牲品。我要守护的不只是你，还有整个苏家的清白与荣耀。你要如何做？他毕竟是君是父，清君侧，难如登天。父皇近来，龙体似乎一直欠安。他最信任的太医院张院官，是我的人。父皇，该喝药了。这是张太医为您新调的方子，他说此药温和，最能安神。臣妾今日入宫前，特意去了一趟苏家祠堂。看着那些牌位，忽然想起前世我那伯父苏维公，他为国镇守北疆30载，身上刀伤剑孔无数。最后却落得个通敌叛国的罪名。你胡说什么？还有我那位文采斐然的堂兄苏明哲，本是状元之才，却被屈打成招，死在阴冷的天窑里，据说连一卷草席都没有。还有我那刚满3岁的小侄儿，他最喜欢抓着父亲的胡子笑，可他连句完整的话都还不会说，就被一并送进地狱。父皇，您说他们冤不冤？你怎么知道这些名单的处置信息？这药你下毒了！父皇，别动怒，小心伤了龙体。这药效发作的慢，您还有大把的时间，可以听臣妾把苏家上下300多口人的名字一个一个念给您听。奉天承运，太子监国，兹查明废王萧景琰心术不正，构陷忠良，着削去王爵，贬为庶人，终生圈禁于旧邸。钦此。前世苏家的冤屈，今日终于洗雪。萧景琰，这比杀了你更让你痛苦吧？他活在自己的王府，看着我们，这惩罚对他而言，活着比死更痛苦。父皇，你找儿臣有何吩咐？是想问苏家的冤案，还是想问问萧景琰的下场？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朕自认没有亏待过你，为何
为何是你？不保，是任由德妃欺凌我母妃，甚至不分构陷与否，让她自刎。还是看着我颓废荣毁，将我扔在冷宫自生自灭。你防卫太子，便把我这残废的儿子从冷宫里捡回来当磨刀石。在你眼里，我们都不是儿子，我们只是你巩固皇权的棋子。忍辱负重，步步为营，不是为了这龙椅，也不是为了你从未给过的父爱，只是为了一个人。因为上一世，你杀了我的皇后。前世我死于屠刀之下，今生我立于这盛世之巅。皇帝驾崩，两世的血海深仇，今日终于尘埃落定。江山为聘，天下为礼。念琴，你不只是我的皇后，你是我两世唯一的执念。陛下也是我唯一的依靠。皇后，往后余生，由朕来守护你。这孩子眉眼像你，性子却像朕，片刻都不安生。念琴，看着他，朕才真切地感受到，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家，一个再也不会被阴谋和算计所打扰的家。是啊，我们的家。你曾问我想要什么，我说只为复仇。可如今苏家冤屈已雪，奸佞尽除，我才明白，我真正想要的，不过是像现在这样，家人在侧，岁月安稳。朕知道，所以朕将你创办女学的奏请昭告天下，让天下女子都有读书明理的机会。朕还下旨，让你的玉容坊入驻各地官驿，商通四海。陛下这是在夸我，还是在夸自己慧眼识珠？不过这盛世确实如你我所愿，只是不知有些人看到这番景象，心中会作何感想？念琴，念琴，念琴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我的王妃之位永远是你的，你回来！萧景琰，你的悔恨是我复仇最后的祭品，而我的幸福才刚刚开始。